Hello，朋友们，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是你们的老罗叔叔。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份重磅的补丁级的大礼，那就是 SAP Cloud Foundry 免费 VPN 加速全攻略啊，这是大家很想要的啊，特别是电信用户啊。电信用户说网速太慢，那我们也不建议联通和移动网速快的用户来用这个方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吧？好，跟大家再介绍一下罗叔的频道，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数字生活指南频道。我的频道专注于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和数字技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你畅游数字生活。新朋友可能会说，罗叔，我刚发现你的频道，以前的视频是不是错过了？那别担心，现在点个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内容了。好，这里是关于，大家就看一下吧，因为前面已经有3-4个视频了，在这个 SAP 的介绍里边了，我们这边就不详细和大家一一来展开了。好，优势还是要说一下吧。免费的 VPN， IP 可以固定，无限流量，小白也可搭建，弹性伸缩，可靠性高，好吧？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精彩就在前方。简单几步设置SAP CF APP 加速。好，我们这里的准备材料呢，那就是大家都一穷二白嘛，对吧？那上一期我们说到用到这个 GitHub， 油管小白有3宝 GitHub、Cloudflare 和 Gmail， 对吧？那我们这期就用 Cloudflare。准备材料大家要注意啊，准备一个自己的域名，最好是国际顶级域名啊。.xyz 小姨子当然也是可以的，那也是顶级域名。免费的2级域名呢，有被阻断的风险啊，特别是 dpdns.org， 对吧？什么 us.kg 什么这些啊，暂时罗叔也就发现这个会被阻断啊。然后这个 Cloudflare 的账户大家要有一个，对吧？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呢，这个账户要绑定你的域名，无论你是1级的、2级的，对吧？国际顶级的你要绑好，然后我们才能进行今天的试验。好的，任何一个视频我们说过了准备的材料，那我们就要说它的步骤啊。今天的视频我们分为也是6步来展开，就跟大家逐一展开一下啊。第1步，新手激活 Cloudflare 隧道功能，这个是为新手小白第一次用 Cloudflare 隧道准备的啊。如果你不是，你就可以跳到第2步去看了啊。第2步呢，就是建立自己的第1条隧道。所以讲，在这个里边我们要切记要复制好这个 token 啊，这个 token 很重要，复制错了，粘贴进来错了，那你的机器就起不来或者出错。第3步呢，配置隧道的域名及参数，对吧？你绑定一个，无论你是1级域名、2级域名，那 Cloudflare 在配隧道的时候，那会再增加一层子域名，那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在里边还要对端口的参数进行一个写入，来适配我们的 doc 程序。第4步呢，就是 SAP CLI 部署新的 doc， 那就是使用 SAP CLI 命令拉取罗叔名为 SAP CF 的新 doc， 并用3兄弟参数配置你的 VPN APP。 这个新 doc 罗叔起名叫 SAP CF， 既有 SAP 又有 Cloudflare， 所以叫 SAP CF。 好，到了第5步，第5步就是加速 VPN 的 APP 测试啊。弄好之后总归要测试一下嘛，对吧？所以对通过 Cloudflare 隧道打通加速的 VPN APP 进行测试。然后呢，最后一步也是一个验证的步骤，叫隧道验证是否隧道正常啊工作。这是通过
Cloudflare 的界面呢，双向确认一下你的隧道是否被拉起啊，没拉起是灰色，拉起是绿色。好，欢迎来到操作演示的环节啊，请大家认真看、仔细听、反复练，特别是勤动手。罗叔也是天天在干，对吧？那你不动手，那你就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不了问题，你就解决不了问题。光靠喂饭这个技术之路走不长久。好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动手。第一章节，新手激活 Cloudflare 隧道功能。欢迎大家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我们先打开这个 Cloudflare 的网站，登录进你的账号啊。好，我们现在要打通第一条隧道啊，所以对新手小白来说，你先点开这个 Zero Trust 零信任啊，然后呢，团队名称随便起一个名字啊，不要跟别人重复。我这里就起 SAP Cloud Foundry， 点下一步。好，选零元的啊，我们一穷二白，对吧？所以就是免费的是最好符合我们的啊。好，把这个斜杠后面都删掉啊，这是一个跳过的方式啊，不然你不付钱跳不过去啊，不输信用卡账号。好，敲回车。好，再按左上角的 logo 啊 ，Cloudflare 再按一下。好，我们会看到我们完成零元购了啊，可以进入 Zero Trust 的这个界面了，零信任。第二章节，建立第一条隧道。好，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第一条隧道。进网络，点那个 Tanos。好，点击添加隧道。好，点击 Cloudflare 的啊，好，我们起个名叫 Demo 演示，点保存隧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条隧道啊。好，我们大家看好啊，这时候有个 token， 我们要复制一下，把这个 token 给它挖出来，这是三兄弟里边的参数里边的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啊。好，我们找了一个记事本把它粘贴出来啊。好，我们要看到啊 ，EY 开头 ，EY 接9接尾啊，这就是我们要的啊。好，粘贴好，单独粘贴出来啊。EY 开头，接9接尾啊，这个是最好的校验方式。接9，大写的接9接尾。好，我们到时候就要用这串代码啊，这是 token。好的，罗叔在这里特意放慢啊，接着呢，页面向下，点击下一步按钮。第三章节，配置隧道的域名和参数。好，这里就是参数设置了啊，隧道的参数。我们首先要输入一个子域名，那就也叫 demo 吧。域这里要注意啊，第一批 DNS 已经被阻断了，我们只能选 qzz.io， 这个暂时还行，其实也是差不了多少。URL 选 127.0.0.1 冒号10086啊，这个是粘贴进去啊，或者自己打。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隧道是停用状态，灰的啊，灰的。再点击配置，我们再确认一下，看公共主机名。好，我们以后就要用这个名了 demo.sapcloud.qzz.io， 服务也有了啊，这是自己打进去的啊。HTTP 啊，没有 S。 好，返回到隧道。好，停用状态，对吧？状态这个隧道现在是停用的，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稍安勿躁。第四章节 SAP CLI 部署新 Doc
SAPCF。 好，我们调出我们的命令行，然后登录。很多朋友在视频中都讲，怎么老是有参数问题？那就是它的 session 过期了，你要重新登录一下啊，提醒你要登录。好，输入邮箱，输入密码。这一期呢，其实是为中国电信的用户上网比较慢啊，号称有时候高峰的时候1兆都不到。那这个我们就借用 Cloudflare 的隧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和隐私。好，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了啊。好，粘贴这个代码，这个是新的 doc 啊，可以用 Cloudflare 隧道的 doc， 我们自己起一个名字啊，就像上2期一样。app name 这边改成你的名字，这种方式是比较安全的，不要套来套去，这个讲不清楚啊。这是用自己的 token。好，我们选一个名叫 SAP Fast， SAP 快速。好，看到起来了啊，起来了。好，这里会显示一个档，我们先给它推送进去，不让它的服务拉起，然后把我们的3兄弟参数逐一填进去。这个罗叔试过了啊 ，Windows 上面一样用，没有问题。这些代码在 Windows 主机上试过了。好，这里 app 下划线 UUID 要填上你的 UUID 啊，你喜欢的 UUID。好，敲入进去，固化好。然后第2行呢，这是3兄弟的1兄弟啊，就是 UUID。2兄弟 VMS host 就是你要用的域名了啊，在 Cloudflare 里边解析的这个隧道域名 daemon.sapcloud.qzz.io。 好，你们用你们自己的域名。好，这是2兄弟啊，敲个回车进去了。好，现在到了3兄弟，最后一个兄弟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代码，是 token 的代码。我们要把你 Cloudflare 里边的 token 跟罗叔的 doc 进行绑定，这样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了，你们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啊，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EY 开头，大写9结尾啊。好，再敲个回车。好的，然后再加一行对单口的健康检查的东西。好的，3兄弟现在已经确认好了啊，那我们就准备给它拉起了，这都固化好了。CF Start SAP Fast， 我们现在拉起我们这个 SAP Fast 的这个 VPN 的 APP 啊。好，稍安勿躁。罗叔这一期讲的比较慢，因为很多新手小白都是一穷二白，对吧？太白金星，那只能讲的慢一点，不能再白。好，这样已经起来了啊，这个 VPN 起来512兆512兆内存512兆硬盘，够了啊，根本就不伤内存的啊。罗叔也没有套什么东西，这是直接就用你自己的隧道，最安全，是吧？好 ，CF Logs SAP Fast 2横杠 Recent 来看日志了啊！现在来抓日志。罗叔这个 doc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构造，因为呢有 DNS 的劫持和干扰阻断，对吧？所以罗叔弄了一个 IP 池。因为都是美国的优选 IP， 所以进行了一个筛选，挑选一个最快的，当然这是美国 IP 啊，全是美国 IP， 然后放到你的这个随机挑选，放到你的这个 VMS 的链接里边来了，好吧？所以我们至少是先可以上网，这并不代表这是速度最快的优选 IP 啊，这只是能用的。如果你用自己的域名的话，有可能会被阻断啊。第5章节，加速 VPN 的 APP 测试。
好，出来了 104.17.173.145， 对吧？这是一个美国的优选 IP。 好，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连接啊，连接速度应该不会太快，这个大家可以忽略啊，300多吧应该。好，300多啊。好，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都是数字问题，我们讲究实用问题，好用不好用不是根据数字来决定的。好，这个大家之后可以用自己的优选 IP 来替换罗叔的这个104这个地址段啊。我们来测一下速，这是大家最喜欢看的环节，看看它速度多少啊。这是罗叔的美国优选 IP。每一个人的 dock 弄好之后都会被自动选一个优选 IP 啊，不太会重复，因为罗叔有个 IP 池，当然都是美国 IP。 OK， 现在已经下载有69，对吧？这比你什么1兆、10兆、20兆的这个速度要快很多了，至少现在电信的环境有69，现在是星期六晚上的高峰期啊。好吧，这个是速度已经上来了啊。中国电信啊，联通跟移动，如果你速度快就不用改了，这是给中国电信专用的。好，我们现在再来试验一下啊，改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啊，香港厨子啊 iCook.hk， 这个大家经常用啊，这是一个优选的域名。我们再来测速一下，看看 speed test 它有什么速度啊。很可能它速度会好一点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点击测速啊，好，速度在往上飙啊，这样能接近100了嘛。这个厨子是个好厨子啊，我们一穷二白的朋友最喜欢这种了。好吧，所以你可以把罗叔的这个 IP 改成 iCook.hk， 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有136兆，好吧？这个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吧。当然了，这个也是电信用户没办法的办法。如果你移动用户比较快，什么也不用做了，也不用去套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意思。好，再看看 time.is。这是很多网友推荐的啊，讲这个速度还可以。那电信用户咋办呢？只能是套个隧道加速一点吧，总比小水管好啊。好，测一下 time.is 这个优选域名，我们看看它速度有多少，应该不会太差啊，应该不会太差。这都是经过网友们的测试和研究过剩下来的东西了，那都大浪淘沙淘过的。这里跟大家要说一下啊，所谓的90天、30天，那你30天里边要手工去点的啊，你不要想我用个命令啊就给他自己30天就能保活了。这个账户30天里边你必须手工去点一下网页的啊，登录一下网页才可以的，好吧？这一点我就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也还可以啊。time.is 的也是比较快啊，124兆，可以啦，你还要怎样？免费的东西。我们看一下 YouTube 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速度3万多，这是周六晚上的高峰期啊，对吧？还是不差的，还是不差的啊，基本上把大家的坑都填平了，把大家的这个痛点都已经给它解决掉了。下一期我们将会讲如何更精准的自动化来拉起 apps 和如何在一个账户里创建2个具有总共4G 内存的美国和新加坡区的这个2个服务器，好吧？第6章节，验证隧道是否正常工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看一下 Cloudflare 的隧道啊，状态现在变正常了啊，对吧？前面是停用，现在变正常了，所以讲这个就成功了。你万一检测你的隧道有没有被拉起，其实可以登录进来一下，看看这个变率正常了，说明你的隧道被拉起。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方式，既保护
信息安全又保护你的隐私，只有你自己独用，好吧？谢谢大家啦，再见。